马来西亚空军拥有18架苏30 MKM， 但现在只有4架能用。看到这样的场景，印度人心里苦啊，而中国是真有先见之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称，该国从俄罗斯采购的18架苏30 MKM， 目前只有4架可以正常使用。苏30 MKM 战斗机与印度引进的苏30 MKI 一样，都是当时率先采用推力矢量发动机的先进机型。按照马来西亚的说法，这批苏30 MKM 要比美国的战机复杂，而维修呢也很昂贵，因此他们不得不于2018年封存了14架。目前，马来西亚希望通过追加预算对这些战机进行升级，以便让他们能够重新投入使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空军要封存这么多的苏30 MKM？ 该型机故障率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而在此之前，中国也引进了苏30 MKK， 那么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呢？实际上，中国引进苏30 MKK 的时候，印度正在和俄罗斯谈判引进苏30 MKI。这2款苏30看着好像都差不多，实际上差异相当大。而且呢，它们是由2个不同的工厂生产，一个是共青城生产的，一个是伊尔库斯克航空工厂生产的。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是动力装置，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么早期中印分别引进了苏30 MKK 和苏30 MKI 之后呢，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引进的苏30 MKK 在技术水平上要比印度引进的苏30 MKI 差一个档次。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从外形上看，苏30 MKI 采用的是3/1面气动布局，也就是说，它把边条翼取消了，在主翼的前方增加了一对全动的压翼。那么这个外形看上去和中国的歼15舰载战斗机非常相似。它的好处是在起降状态下能够获得较大的升力，因此滑跑距离有所缩短，机动性呢也有一定的改善。更关键的是，苏30 MKI 采用了推力矢量喷管，该机理论上讲能够实现超机动飞行，这可是中国引进的苏30 MKK 完全不具备的。当然，这2款战机的航空电子设备、雷达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就其技术水平而言，苏30 MKK 确实不如印度引进的苏30 MKI， 甚至呢都不如越南引进的苏30。当然，马来西亚的苏30 MKM， 它是在苏30 MKI 的基础上改进的，也要比中国引进的苏30 MKK 高一个档次。那么，是不是技术水平高就一定好用呢？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空军的苏30 MKM 就给了我们一个案例。一款战机上采用太多的先进技术，而且是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反而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据了解，印度空军最早引进的苏30 MKI， 它的推力矢量喷管的寿命极短，只有20小时。这个20小时还不仅仅会影响到推力矢量喷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会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因此，印度空军在进行飞行训练的过程中是很少使用推力矢量喷管的，因为用多了，发动机搞不好就得更换，起码喷管你就得更换，甚至呢还会影响到飞行安全。马来西亚空军的苏30 MKM 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而相比之下，中国空军的苏30 MKI 虽然技术水平略差一点，但是
成熟可靠。因此，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发生的故障以及飞行事故都要远远低于印度空军。再加上过于复杂的系统，导致他们的维修成本高，出动率降低。这也是马来西亚不得不把10几架苏30 MKM 封存的原因。和马来西亚的苏30 MKM 类似，印度组装的苏30 MKI 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故障率高一直是影响印度空军出勤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印度人是怎么解决的呢？不得不请俄罗斯的专家来帮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么如果自己处理不了，飞机就只能趴窝。从这个案例我们就看出来，引进武器装备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国情，不能完全追求高大上。有时候追求高大上的结果，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后使综合的性价比大幅度下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